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啊，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。有的同学说，我都已经学到现在了，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，直线和椭圆的位置关系，我早已经熟悉了。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不也如此吗？它是有特别的地方，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是直线是 L， 它的方程是 y 等于 kx 加 m。本来呢它是斜截式，为了不和双曲线里边的这个 b 混淆，斜截式原来的 y 等于 kx 加 b， 我就改成了 kx 加 m。它和双曲线联立啊，既然你是求直线和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，和圆的位置关系，和椭圆的位置关系，包括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，以及即将我们要学的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，我们都要把它们直线和二次曲线联立啊。联立之后呢，解的过程啊，就是我表示一下 y 等于 kx 加 m。你和双曲线变成 b 方 x 方减去 a 方 y 方是等于 a 方 b 方的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 y 方便，那我们就消 y， 消 y 就得到这个式子，也就是 b 方。这个过程大家都特别熟悉，我们就不再给大家浪费时间。整理完的结果是它背的 x 方减去 2a 方 mkx 减去 a 方 m 方减去 a 方 b 方等于0。我得到这个以后有的同学说，老师是不是你就看德尔塔了？是，我要看德尔塔，但是在看德尔塔之前，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二次项系数。那我们学直线和椭圆位置关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研究二次项系数啊？因为椭圆是什么？椭圆和圆它都是封闭的曲线。如果你相切，你只有一个共同点，你只能是相切。相切没得说，就是直线方程和椭圆方程联立，消圆，然后德尔塔等于0。但是双曲线就不是了，双曲线人家是有渐近线的，人家是开放式的曲线。如果我双曲线直线和双曲线只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一定是相切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和渐近线无限的靠近，你和渐近线无限的靠近。如果有这样一条直线，你就平行了渐近线。你看，它和这条渐近线靠近，既然和它靠近，它们俩平行，它就永远不会和双曲线相交。那么这条直线只能和双曲线交于一个点，你看，这不也是只有一个共同点吗？它并不是相切呀。所以为什么有不同，就是因为我的双曲线是开放式的曲线，我不再是封闭的了。好，于是呢，我就要讨论我先说讨论的这个于是我就要讨论把我这个盖上了。好，我自己讨论，所以我就要讨论二次项的系数。若b 方减 a 方倍的 k 方你等于0，说明 b 方就等于 a 方 k 方，说明 b 就等于正负 b 就等于a 倍的 k， 所以呢 k 因为它都是正的，我们就要正的吧然后呢，我说一下就可以了。它们都是正数，所以 b 就等于 ak。当然 k 有可能是负的，按理说我应该取个负的，但是我先这么表示 ，k 就等于 a 分之 b。这是我认为 k 也是正的，因为 b 一定是正的 ，a 一定是正的，但是 k 不一定。所以呢，这儿应该是加个正负，加上吧。所以它就等于正负。
？K 是谁呢？K 是和松曲线相交的那条直线，它的斜率不一定相交，就是我判断这条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，这条直线的斜率是 K。那么正负 a 分之 b 是谁呢？我双曲线是有渐近线的，正负 a 分之 b 是我渐近线的斜率。你看，我这条渐近线的方程是 y 等于 a 分之 bx， 而你这条直线呢，你的斜率和我的斜率是一样的，说明此时那条直线 L 它是平行于渐近线的。既然你平行渐近线了，那么你就和双曲线的一个分支有一个公共点，因为它无限的和它接近，你就交不上。老师能不能和左分支交上？交不上。渐近线是干嘛的？它不就是分区的吗？所以你双曲线，你跟它靠近，跟它靠近，在这两条渐近线夹的这个区域里，左分支呢，在这两条渐近线夹的这个区域里，这种地方它们是没有双曲线，就是我对应的这个双曲线是不在这种区域里的。所以呢，它和渐近线平行，那么它永远和左分支交不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 L 与双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。那么这个公共点可不是切点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交点。如果 b 方减去 a 方 k 方它不等于0，那么接下来我再判断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德尔塔大于0就相交，因为你即将解出来两个 xy 的值嘛， x1 x2 当然就是相交了。反之也一样，德尔塔等于0就相切，德尔塔小于0就没有解，没有任何一对 xy 的值既满足直线又满足双曲线，那就说明它是相离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的这个，我把这个擦掉我们看那个就行了。K 斜率存在的时候，那么如果它等于0，它就和渐近线平行，有一个公共点，它是交点。如果它不等于0，那你就把德尔塔表示出来，然后德尔塔大于0就有两个公共点，这是相交。你愿意交在一个分支上，或者左右两个分支都可以，都叫相交。德尔塔小于0没有公共解，相离没有公共点。德尔塔等于0说明它有一个公共点，这个公共点是切点，和我刚才得到的那个交点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斜率是不存在的时候呢？斜率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太好做了。这是双曲线呐，这是我的左顶点 A1， 我的右顶点 A2。如果你斜率不存在，那么它得到的直线就是 x 等于 m，垂直于 x 轴，倾斜角就是90度。如果它的坐标是负 a 逗0，它的坐标是 a 逗0。如果你 m 的取值是落在负 a 和 a 之间的，而且是开区间，你看你和双曲线毫不相干，没有交点。如果 x 要大于 a， 你看在 a 的右侧取值，或者在负 a 的左侧取值，那你就和双曲线交于上下两个点，上下两个点。如果你就等于 a 的话 ，x 等于 a，x 等于 a， 那么它就切在这儿。好，
接下来我们回头看，大家可能看到了，还有一个 m 等于0的情况。m 等于0，我这条直线就变成了 y 等于 kx。y 等于 kx 是正比例函数型，它是穿过坐标原点的。那么m 等于0的时候的这条直线，它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我怎么看呢？首先这是接近线，这是接近线，这是 y 等于 a 分之 bx， 这条接近线是 y 等于负的 a 分之 bx。你看你的双曲线是不是存在于这样的区域？它们俩夹的和它们俩夹的这种地方是没有的。那么如果你经过 m 等于0的时候，你这条直线 L 就变成了 y 等于 kx， 它是经过坐标原点的一条直线。你看 k 要小于 a 分之 b， 也就是我的斜率要比它小，我就扁一点儿。有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和双曲线交于2个点了？交于左支一个点，右支一个点。如果你要是大于负的 a 分之 b 呢？大于这个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它的倾斜角是钝角，你要画正切曲线，因为倾斜角的正切值不是斜率嘛，正切曲线是这个样子的，2分之派逗派，因为我的倾斜角是在180度之内，0到180度之间，而且还是开的，所以我只需要这段曲线和这段曲线。你这个倾斜角我把它叫做阿尔法吧。那么你的斜率现在是多少呢？阿尔法的这个倾斜角，你的斜率是负的 a 分之 b。如果穿过坐标原点的直线，你要想和双曲线相交，你画在这种位置你是交不上的，你就得画在哪种位置呢？比它扁一点儿，倾斜角变大一点儿，就能交到左分支一个点，右分支一个点。所以倾斜角变得大一点儿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是不是比负的 a 分之 b 要大？所以 k 大于负的 a 分之 b， 你就和2个分支都相交，一个分支交一个。那么说，如果我 k 大于等于，我等于 a 分之 b， 我就落在接近线上了，我和接近线是重合的。那你就跟我无限的接近，永远不能到达，所以它就没有交点。如果你比它大呢，那你就画的陡峭一点儿，当然交不上了。你要比它小呢，比这个角小，比它的值小，你看落在它下边，这个角就比它又小一点儿，角比它小一点就往右边窜一点，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交不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图看明白，把图研究透彻，不用硬背你就反复做，反复理解，越琢磨越清楚，越琢磨越透彻。因为我们是从直线学过来的，所以呢，像这种画一个正切曲线，看看角和斜率的关系，在正切曲线的这里边看特别的清楚。整个这个我都给大家讲完了，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它的这个东西比较杂。好，我说一下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，直线方程给了，双曲线的方程给了，它们俩联立了，消圆了，得到2次方程了。然后呢，我又分了 m 等于0的时候，我们分的比较细。直线方程变成正比例函数型，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，结合正切曲线看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。那么 m 不等于0m 不等于0的时候，你看 m 不等于0，然后我们还要考虑斜率 ，m 是截距，刚才我们考虑截距，你是不是0？现在我们要考虑斜率，存在不存在？你存在要比直线和圆直线和椭圆要多一步。
如果你斜率存在，我先考虑你20项系数等于0，接近线和这条直线是平行的，所以有一个公点是交点。如果20项系数不等于0的话，那么就和判断椭圆直线和椭圆的位置关系一样，但是它大于0，有2个公点相交，交一只或2只都行。小于0相离没有公点，等于0的相切有一个公点。如果 K 不存在的时候它是垂直于 x 轴的直线，我也给大家讲。好，这个知识点呢内容比较多，到这儿我就都给大家讲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消化这个知识点，开始做题。大家快点看题，然后呢，尝试着做一下。这道题怎么做呢？经过点0度3这样一条直线，它和双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，让我求直线 L 的方程。好，双曲线是交点在哪个轴的呀？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。a 方等于4 ，b 方等于3 ，c 方是等于7的。然后呢，双曲线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把它的图画出来。a 方等于4 ，a 就等于2，这是左顶点，它的坐标是-2逗0，这是右顶点，它的坐标是2逗0。你过哪一个点做的直线呢？我过0逗3做直线。那你做的直线斜率存在不啊？如果我经过0逗3做倾斜角是90度，斜率不存在的直线，我和双曲线根本交不上，没有任何公共点。所以呢，既然你和双曲线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，那就说明你肯定不能经过0逗3垂直于 x 轴。也就是这条直线不可能落在 y 轴上，落在 y 轴上是没有交点的，那就说明它的斜率一定是存在的。倾斜角不等于90度，斜率就存在。所以一只直线的斜率存在，而且我设斜率为 k。说我们不是默认斜率为 k 吗？但是你也要把这句话说上这样的话比较完善。设斜率为 k， 那么斜率也知道了，还经过这个点了，所以 L 的方程我马上就可以写了，便携式 y 减3等于 k 倍的 x 减0就是 x， 也就是 y 等于 kx 加3，这是直线。你不是和双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吗？这不是涉及到了直线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的问题吗？那就把你们俩联立呀。3x 的平方减去4y 的平方等于12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 y 方便，所以消 y 得，其他的我在草纸上做。3x 的平方减去4倍的 y 换成 kx 加3，它的平方等于12。3x 的平方减去4k 方 x 方加，它是加，它俩乘积的2倍是6，前面有个负号，减23得6， 4 6 24倍的 kx。它是加9减4 9 36， 12移过来减12等于0。3减4k 方倍的 x 方减去24kx减去48等于0，所以得的就是3减4k 方倍的 x 方减去24kx减去48等于0。在草纸上算的这个我就把它擦掉了，要保持卷面整洁所以我们做题有的时候时而泼墨如水，我写的特别详尽
每一个步骤少了都不行，就好像欠缺了点什么。有的时候呢，我就惜墨如金，啊，我消圆这些过程我就不要了，直接就得到这个结果了。然后干嘛啊？然后当然讨论二次项系数了。当3减 4k 方等于0，即 k 方等于3/4，k 等于正负2/3的时候，咋样呢？你这个双曲线是有渐近线的，我和你渐近线平行了呗。你看它的渐近线，焦点在 a 方是等于4的 a 等于2，b 方是等于3的 b 是等于根号3的。我们在学双曲线的渐近线的时候就知道，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它的渐近线是 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， 像这条呢就是正的 a 分之 b 2分之根号3x， 另一条呢它是 y 等于负的2分之根号3x。 你看我这个 k 可是 L 直线的斜率，你这个负2分之根号3正负2分之根号3，你是渐近线的斜率，我这条直线 L 的斜率和你的渐近线的斜率是相等的，说明此时 L 直线L 平行于渐近线。你和渐近线平行了，所以就和双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，这个公共点是交点。它题中说就是有一个公共点，所以完全符合要求，留下。那么如果3减 4k 方它不等于0呢？也就是你那条直线和渐近线不是平行的。那么我要想只有一个焦点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就是找德尔塔呗，德尔塔等于 b 方，这个要有计算的小技巧啊，你不要把这数算出来，因为这数特别大。b 方那我就写成24乘以24，再乘以 k 方，这就是 b 方。为啥？待会儿我要约分嘛。b 方减去 4a 西是负的加。4乘以48，先乘西，再乘 a， 然后再乘以3减 4k 方。由于你只有一个公共点，那你就得相切，相切就得等于0。你看我是不是得到这个式子？然后约分24和48约，是不是它剩个2？ 20得2得4， 24得8， 8和24这个8不要了，和24一约，是不是剩个3？好了，我赶紧整理一下啊，一会儿就乱了。3k 方加上系数都没有了，3减 4k 方等于0。4k 方、3k 方、负 k 方移过去 ，k 方左边就是3，所以呢我就知道 k 等于正负根号3，它也是符合条件的。所以让我求 L 的方程，我能求出多少个呀？我能求出多少条啊？我能求出4条。k 等于正负2分之根号3，带到这里边来，它是满足的。k 等于正负根号3也是满足的。写的时候建议大家分开写比较好。比如说 y 等于 k， 我先取2分之根号3，2分之根号3x 加3。y 等于负的2分之根号3x 加3，y 等于根号3x 加3，y 等于负的根号3x 加3，4条直线摆在这儿，好壮观呐！好了，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了直线和双曲线位置关系的判断啊，要记住，要讨论 m 是不是0，还要额外的讨论二次项系数等于0的时候，渐近线和那条 L 直线是平行的，它也是有一个公共点的。
如果二次象系数不等于0，你就按部就班，德尔塔大于0，德尔塔等于0，德尔塔小于0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啊。将来我们在做大题的时候，经常要遇到判断直线和双曲线和二次曲线的位置关系，而且还要求弦长之类的。下节课再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。